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数位讯号处理器。在这个 part 我们要讲到脉宽调变。好，那脉宽调变是什么呢？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脉宽调变是将信号表示成脉波列的方式。那主要它是可以用在与类比信号之间的一种转换的一种技术。主要我们透过固定的载波频率，我们可以把一个类比信号用这种脉宽用脉波的方式来表示。所以等于说透过脉波的振幅，我们固定的脉波振幅以及脉波宽度正比于信号的振幅的方式，来产生出一个脉宽调变信号。像图上来看到，左边是一个原始信号，那如何用脉宽调变信号来表示这个原始信号呢？从右图上可以看到说，在不同时刻，信号的振幅就可以用不同脉宽的宽度来表示。也就是说，信号振幅越大的时候，它脉宽就越宽。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用一个载波来跟原始信号来做比较，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样的 PW 的波形。好，那脉宽调变的目的呢，主要是它可以用在功率的电晶体的元件。好，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元件在线性区域不容易控制，所产生出我们要的电压。于是，如果我们把它操作在饱和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数位的控制。所以，我们同时可以无需持续的输出电压，却可以模拟出我们要的那个类比电压，减少能量的耗损。然后，通常可以用在马达以及电源转换器的控制。好，所以我们看到的左图是一个上面有个 DC 电源，然后闸极电压就是我们的控制信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输出信号电压。如果透过 PWM 的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输出就可以产生像这样的输出电压，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好，那这边脉宽调变会提到一个 duty cycle， 责任周期。那 duty cycle 计算方式就用说它脉宽的宽度除上整个周期。好，以图上来讲，它是 T 除上 P 乘上100%，就是它的 duty cycle 的大小。好，那我们介绍这个28027它里面在做脉宽调变的硬体，主要是它有好几个模组。我们首先谈到第一个模组是16位元时间计数器的模组。好，它是个16位元时间计数器，只要它是为了产生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载波讯号，三角形的载波讯号。好，那它的功能是说，我们可以设定这个 EPWM 它的时间计数器的频率以及周期来控制我们的事件发生。然后管理 EPWM 的模组之间的时间的同步性，以及保持 EPWM 模组间的相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硬体里面有很多可以有好几组的 PWM 的输出，那每一组之间它可能有相位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相位的设定，来设定不同 PWM 之间的相位差别性。好，那依事件来发生，可以把计时器、计数器里面的值可以设定成，如果它给的是跟我们的计数器的值跟我们设定的数值是一样，或者说当它数成0的时候，都可以来当做我们的事件的产生的一个依据。好，也可以设定计数器的时脉。好，因为我们知道里面是计数器嘛，它需要时脉，然后这时脉可以由这个 system clock out 的出频结果来产生。好，我们刚才提到了计数器，它的计数模式主要是有3种波形。第一种是非对称，就是说它是上属的，它是看到图形上它是上属非对称。另外一种是非对称，但是下属的；另外一种是对称的。对称的话就必须要上属而且下属，才可以产生出对称的波形。好，第二个模组我们来介绍比较逻辑。因为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个计数器模组可以产生载波、三角波，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比较逻辑。那这比较逻辑是将之前的时间计数器的值、三角波的值，跟2个比较器CMPA 跟 CMPB 比较，来产生适当的事件。所以在这个硬体里面，它有2个计数器，分别是有2个比较器，一个是 CMPA， 一个 CMPB。然后 CMPA 跟 CMPB 可以来跟我们计数器来比较，来产生出我们要的事件。例如说相等就可以发生一个事件。所以透过比较逻辑模组所产生出来的事件，在经过后面的一个动作确认模组，我们可以产生不同的 duty cycle 的 PWM 的波形。举例来说，我们橘色点部分、圈圈的部分都是我们产生事件的时候，所以
产生橘色的地方都是我们 CMPA 或 CMPB 或是等于 TBPRD 等于计数器周期的地方，或是等于0的地方可以产生事件。好，所以如果以 CMPA 跟 CMPB 来看，就是图上来看，这些橘色点都是 CMPA、CMPB 好比较系相等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好，所以可以透过这些事件来决定 PWM 的波形。好，接下来下一个模组是动作认可模组，它的目的主要是它可以认可，好产生出 PWM 信号。它可以透过例如说 set 或 clear 或 toggle 这样逻辑，来利用前面的产生出来的事件，来设定我们的 PWM 的信号的形式。好，主要有4种事件。第一个 counter 会等于 PRD， 等于我们的暂存器里面的周期时间的计数值，或是当它属成0，或当它等于 CMPA 或等于 CMPB。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动作认可模组来管理我们的这个 PWM 的信号的极性。好，所以我们举例来看，这个波形就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假设，好，我们假设这边有不同的事件发生，好，我们就看到这边所橘色的地方都代表不同事件发生，然后这些事件我们就可以设定说，这个事件下面这个 PWM 信号是要变成1还是变成0或者不动作，所以箭头往上代表说变成1嘛，信号变成高准位，叉叉代表维持现状，好，箭号往下代表说它变成低准位，好，所以有不同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透过这个动作认可模组，我们就可以设定在这些事件上 PWM 的讯号应该是变成 high 或变成 low， 这样就可以产生出我们所要的任何的 PWM 的波形，然后进一步可以控制我们的duty cycle。那下一个模组是我们的时代模组，所以时代模组是因为说我们在做 PWM 控制的时候，可能上下之间的电晶体有可能在某个时间内会造成短路，因为这2个闸极的讯号可能在同一时间都会是 on， 那造成说整个 DC buck 这个整个电会灌下来，造成很大的电流，导致我们这个电晶体就会烧坏掉。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 PWM 信号的产生，我们避免让它同时导通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延迟的时候，延迟的情况，像这边橘色圈起来的地方是说，它上升源的时候，原本的讯号应该是在规定的时间上升嘛，但是它做一个 RED， 代表说做一个上升的延迟，它就把上升的部分做一点点的延迟。那延迟的部分，它可以透过内部硬体的计数器的设定来计算说它到底要延迟多少时间。同样的，我们可以来设定它下属，它等于说它那个falling edge 的地方，下降源的 delay， 叫做 FED，falling edge 的 delay， 也可以让设定这样，避免说我们2个 PWM 信号会产生这种同时导通的情况。好，所以这是时代的功能。接下来是节波，节波主要目的是要产生更高频的 PWM 的载波，就像图形上看到的，原本的 PWM 的波形是这样，它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chopper 可以产生出更高频率的载波。好，那接下来介绍警戒区。警戒区是主要是说，因为我们 PWM 通常来控制一些马达或是一些功率模组，那有可能外面的一些信号、一些感测的信号可以通知我们这个 PWM 的模组，告诉他说现在系统有问题。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警戒区模组来决定我们 PWM 的讯号是变成高低或是高阻抗或是无动作，好，甚至产生出 CPU 中断。好，那事件触发与中断这个模组呢，主要是说它来选择何种事件触发中断，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每次在发 PWM 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中断嘛，好，所以等于说我们用这个事件触发模组可以来选择，例如说它的事件可以是由图上所看到，例如说 counter 可以等于 CMPA 或 CMPB 或者等于0或等于 PRD 这样的事件来决定它什么时候发中断。那接下来这个硬体是代表说它的真正发中断的频率跟事件发生的频率，它可以透过这个来除频。举个例子来说，它可以每一个事件就发生一个中断，或是每3个事件发生一个中断，就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来设定。那接下来是这个中断智能，智能之后才可以真正产生出 PWM 的中断。好，那这边有一个，它这边又支援说，通常 PWM 也可以产生出我们类比数位的转换讯号，的电路。好，所以这边的部分是说它如何产生出我们 SOC 的讯号。好，那记得这边只是做一个 inverter 放在输出部分，跟刚才中断的这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这是看到我们程式部分，我们主要差别性是说，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做一个 PWM 的初始化嘛，好，初始化，然后智能它，好，我们复习一下之前的一些硬体，然后这边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设定我们 GPIO，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硬体很多角位数量的有限，所以我们很多功能都共用一支角位，所以我们必须在角位的设定功能上一开始要必须设定，例如说这个角位当 GPIO 还是当成 PWM 的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是设定我们这个 PWM 里面的 counter 是上属嘛，对不对？上属多少，它的周期，好，然后我们把相位部分我们就不做了，好，然后这边是设定说跟归零，然后再把设定我们这个里面的 clock 好是用多少，好，必须用 system clock out 来出品，好，启动它的影子比较器，好，这是它这些，然后设定比较器的值，让它数到多少可以发生事件，好，来决定我们的PWM 的 duty cycle， 好，这些都是我们之前的设定，好，它 initial 部分，好，当它数成0的时候，我们产生 CPU 的产生我们的 PWM 的中断，好，智能中断，这边设定说第3个事件才产生PWM 的中断。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里面，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 PWM 的功能以及它的目的，然后我们介绍说这个28027它在 PWM 上面的设定是如何设定。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设定产生出我们要的 PWM 的波形，然后我们很快的再说明一下我们在程式当中怎么样初始化与设定我们相关的暂存器，来达到我们所要的功能。